对于一些低头族以及伏案工作的人，经常会有肩膀疼痛、颈椎僵硬的情况。如果不及时调理的话，很容易引起脑供血不足，对健康不利。下面教大家一个小动作。首先，自然站立，两脚分开和肩膀同宽，双手放在身体两侧，全身放松，然后将手臂抬到胸前，再用力的甩出去。这样先甩动左手，再甩动右手，每次甩100下即可，可以每天甩2到3次。这个左右甩手的动作可以放松肩颈肌肉，促进血液循环，疏通肩部经络。每天坚持做，能很好的改善肩颈疼痛，让身体更舒服。对于肩颈不好的人，平时要多注意，不能久坐不动和长时间低头，要多注意运动，还有多注意休息，或者经常吃一些有助通血管的食物，比如山楂、燕麦、苦荞等等。血管通畅了，肩颈自然也就更健康。你知道血糖高会引起什么吗？糖尿病呗。那有糖尿病的人怎么能控制住血糖呢？当然是吃药了吧。那除了吃药，你还知道什么好方法吗？这个还真不知道。我们都知道，有糖尿病的人最重要的就是要控制好自己的血糖。如果血糖高，对身体健康是十分不利的。所以很多人呢都是吃降糖药的。那么除了吃降糖药以外，大家呢还可以通过用按摩的方法来辅助降血糖。其实我们身上就自带降糖药。按摩阴市穴，阴市穴在我们大腿上膝盖骨外侧上面直上3寸4横指宽的地方。当腿伸直时，膝盖处呢会有一个窝出现，那这个地方呢就是阴市穴了。找到穴位之后，可以用大拇指用力按压，感觉有酸胀感即可，按压5秒松开，再按，反复2到3分钟。除了用按压的方法，还可以将两手握成空拳，对左右两边的穴位进行敲击，敲击3到5分钟。经常这样刺激阴市穴，有很好的降血糖功效。血糖高的朋友，每天和降糖药配合使用，帮你平稳血糖。木子啊，你咋唉声叹气的呢？沈哥你看这眼瞅都夏天了，你瞅我这肚子上全是肉，抓紧时间减肥也得。现在大部分上班族最常见的问题就是久坐不动，导致腰腹部赘肉越来越多，肚子越来越大。那该怎么办呢？不妨在睡前做2个动作，帮你甩掉大肚子，练出小蛮腰。动作1，这个动作很简单，自然站立，挺胸收腹，两脚打开，与肩同宽，双手手臂向身体两侧展开伸直，与肩膀在一条直线上。然后向左转动上半身，转到自己的最大限度，回到原位，再向右侧转，这样左右反复做50个，可以多做几组。动作2，自然站立，打开双脚比肩宽，左脚脚尖向外，右脚脚尖向前，然后左腿弯曲，右腿保持伸直，同时左手放在左脚前面，右手向上伸直。这时我们的身体也要向左侧弯曲，保持5秒。左手叉腰，这样反复做20次，再换相反的方向，可以多做几组。这2个小动作每天睡前坚持练习，可以充分锻炼腰部，帮你减掉赘肉，从而达到瘦身塑形。很多人不注意饮食，导致胃不好的人越来越多。胃不好的人，下面这2种食物再喜欢也不要吃。第1种，油腻食物。日常生活中我们吃的油炸食物、肥肉等都属于油腻食物。油腻食物中脂肪和胆固醇含量很高，胃不好的人如果吃，很容易给胃增加负担，对胃部健康不利。所以胃不好时要以饮食清淡为主。第2种，刺激食物。我们平时吃的辛辣和太硬的食物都是刺激食物，胃不好的人最好都不要吃，因为这些食物会刺激胃黏膜，增加肠胃负担。那胃不好的人吃什么养胃呢？可以常吃南瓜。南瓜大家都应该熟悉，南瓜是很好的养胃食物。南瓜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、果胶以及微量元素等，有很好的润肠通便、健脾和胃等功效。其中含有的果胶和维生素 A 有很好的保护胃黏膜的作用，所以胃不好的朋友可以多吃一点南瓜，胃也会。胃疼木子你这胃又疼了吧？昨天吃辣条吃多了。少吃点吧，胃都完了。没事儿，吃点药就好。
你得好好养养了。日常生活中，很多人不注意饮食，导致有胃病的人越来越多。那俗话说，胃病3分治7分养。胃不好，先别着急吃药，不妨试试下面这2个动作。动作1，仰卧起坐。这个动作相信大家都会做，但是想要养胃，我们要做的和平时的不太一样。仰卧在垫子上，双腿屈膝，大腿和小腿垂直，双手交叉放在脑后，然后慢慢的抬起上半身，抬到腰部与大腿垂直，停顿5秒，回到原位再做。每天做2到3分钟即可。动作2，先坐在垫子上，2手向上伸展，做个伸懒腰状态的深呼吸，然后坐起来，让臀部坐在脚后跟处，2个手握成拳，放在2脚的脚心，接着尽量向前挺胸，头部向后仰，微闭双眼，保持2分钟左右。这2个动作是全身性的运动，有助促进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，同时对促进肠胃蠕动也有一定帮助。每天坚持练习，坚持1个月，养胃助消化，修复胃黏膜。胃都有老的一天。当然，逐渐到了45岁到55岁这个阶段，身体的各项机能都不如从前，身体很可能爆发疾病。所以45到55岁是长寿的转折点，也是人生的黄金年龄。日常生活中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身体，早晚做好5件事，长寿其实很简单。第1件，早起坚持喝水。早上起床后，身体的血液都比较粘稠，如果这时能及时的喝1杯温开水，不仅能稀释血液，预防血栓的形成，还能润肠通便，预防便秘，对身体健康有很大好处。第2件，早起坚持吃早餐。早餐是很多人都会忽略的，如果长期不吃早餐，很容易出现肠胃问题，自身抵抗力也会下降，这样健康就会受到威胁。所以每天坚持吃早餐是很有必要的。第3件，早起坚持慢慢起身。很多人早上起床闹铃响了，马上起身，这样起床太猛，很容易使血压升高，引起头晕。所以早上起床时可以先躺5分钟，然后再慢慢起床，可能对身体更有益。第4件，睡前注意不生气。晚上不要带气睡觉，这样很容易导致心跳加速，影响睡眠质量，对长寿无益。建议大家睡觉之前让自己的情绪平静下来，然后再睡觉。第5件，睡前注意不吸烟。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习惯，睡前抽烟的危害是很大的。香烟中有很多有害物质，会影响头部的血液供应，加速脑血管疾病的发生。所以建议大家睡觉前就欢迎收看侃侃养生。人生几十载，匆匆忙忙，一转眼呢就到了中年，而45到59岁是养生的黄金期，也是身体机能容易出现问题的年龄段。所以想要健康长寿，就要记住2不急3不做。第1，饭后不急运动。虽然适当的运动对身体好，但是吃完饭后不要着急运动，这是因为这时大部分气血都集中到胃部消化，如果马上运动，很容易出现低血糖的情况。第2，睡醒不急起床。很多人都有醒了马上起床的习惯，这时可以选择赖床2分钟，然后再起床，因为如果起床太猛，很容易使血压升高，对健康不利。第3，不生气。好的情绪可以让人精神振奋，增强抵抗力。但如果经常生气，情绪暴躁，就会影响内分泌，还容易使肝气郁结，对健康长寿都是不好的。第4，不贪咸。45岁以后的人吃饭时最好吃得清淡一点，不宜吃得太咸。如果摄入过多盐分，很容易诱发高血压、脑中风等疾病，影响身体健康。第5，不熬夜。好的睡眠是健康的前提，上了年纪的人如果经常熬夜，会使抵抗力和免疫力降低，这样很多疾病就会找上门。所以45到59岁这个年龄段要记住上面这5件事，这样到了晚年才会少生病。便秘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，很多人遇到便秘的情况时，都会选择吃香蕉，或者干脆吃点泻药。其实这些都不是太管用，那该怎么办呢？下面教大家一个简单的揉腹方法，能帮你快速通便。首先平躺在床上，然后5指并拢，以肚脐为中心，顺时针按摩100下，
按摩时面积从小到大，力度从轻到重，速度从慢到快，直到腹部发红发热为止。然后将双手分别放在腹部的外侧，从上往下推揉，反复做50下即可，力度适中。最后将右手手掌心别放在左手上，然后将左手掌心紧贴在下腹部，顺时针方向打圈按摩50下。按摩时稍微的用点力气，直到微微发热为止。这个方法连续做10分钟左右，早晚做一次，最好在饭后2小时后做。这个动作对改善便秘有很好的效果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。你还有什么好的方法，可以在下面评论区留言。感谢收看《侃侃养生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